解放军战机在台海方向的战备警巡已经常态化，但对于歼20究竟是否参与，外界始终在猜测。农历春节前，解放军空军释放的一条新闻给出了明确答案：歼20不仅近距离飞抵台岛，还成功避过了台军的雷达探测。为何台军现役对空探测雷达在歼20面前完全两眼一摸黑？实际上，这里面包藏着美国多年来对台军售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台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显示，除夕以来，有约40架次解放军军机出现在台海附近空域。然而，有岛内媒体对比了两岸新闻报道后指出，台军并未监测到歼20。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台军防空网首次抓瞎了。在去年8月，解放军就曾暗示歼20首次参加大规模绕岛联合军演的消息，而当时台湾方面只表示监测到解放军的歼11、歼16和苏30进入了所谓防空识别区，丝毫未提及歼20。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春节前，央视发布一段对歼20战机飞行员的采访，出现了如下表述：当我驾驶战机在座舱里俯瞰祖国宝岛的时候，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宝岛的这个整个的海岸线，还有山脉。那一刻，我的心中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杨俊成所在的王海大队是解放军空军首支整建制列装歼20战机的作战部队。在接受央视新春走基层采访时，他特别谈到了解放军近期在台海周边的巡逻任务，而他身后的背景无疑明确了他在执行任务时驾驶的正是歼20战斗机。这一消息不仅有力回应了歼20可能从未巡飞台岛的质疑，且那句清晰地看到整个海岸线及山脉，更是表明歼20已经抵近台湾本岛。 多项铁证证实，台军明明没发现歼20，但台防务部门还在狡辩，称对进入台海周边海空域解放军机舰动态都能全程掌握，还声称央视的报道是所谓认知作战的一部分，不予评论。然而，岛内专家指出，台军无法明确歼20的行踪，一是因为其隐身性能优异，雷达反射面积仅相当于小鸟大小，且台军未能及时派出战机跟歼识别。 我认为，其实台湾的雷达应该会有发现它的雷达的讯号，但没有办法有效甄别出这个讯号是不是歼20。它本身是隐身战机，它可能讯号过小，可能会误认为是其他的目标。要精准探测出什么型号的飞机，事实上是要有很复杂的空情，找到这样的雷达讯号，通常还要派战机到空中，针对这个讯号，鉴别出它是属于哪一型战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台湾军方战机必须要升空进行一个跟歼，来鉴别出拦截的是属于解放军何种型号的战机。深圳卫视梳理发现，目前台军在台湾本岛和澎湖、金门、马祖等离岛共有约78处雷达站，主要部署了3款雷达。这些雷达来自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台军自己制造。为什么这么多雷达通通看不见歼20？ 从技术上看，台军不具备监测到歼20的能力。部署在台湾岛上最先进的雷达是由美国雷神公司设计的一款相控阵远程战略预警雷达“铺路爪”。这款雷达采用彼此成60度的双面阵天线，每个阵面后倾20度，天线阵面的直径分别为22.1米和25.6米，由2000个阵源组成，最远监控距离可达5000公里。但是这款雷达主要针对远程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等目标，实际上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说白了，主要服务对象是美国的战略利益。第二款是台军自研的天宫防空导弹的核心长白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仿制美国宙斯盾防空反导系统的陆基雷达，其天线主阵面由6000个移向器收发单元构成，可覆盖方位120度、高低70度的范围，主要工作于 S 波段。但这款雷达仅在理论上具备有限的反隐形能力，而且并没有进行针对性强化，实际探测能力存疑。第3款是美制爱国者2及爱国者3防空导弹配备的雷达，这2款雷达主要工作于 C 波段。事实上，多数隐形飞机在设计时就主要针对 S、C、XL 这几个主要波段，歼20也专门针对相关波段进行了隐身优化，因此台军现役雷达无法搜索到歼20，也在意料之中。此外，台军还有第4款理论上可能探测歼20的雷达，是之前部署到澎湖的无源双击反隐形雷达车。
也是海军自研，这款雷达号称专业的反隐形雷达，通过将雷达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分开放置，增大探测到隐形战机回波的可能性。但外界也非常怀疑台军自研雷达反隐身的实际效果，因为台军没有装备隐形战机，因此这款无源双击反隐形雷达车根本无从进行充分测试。外界普遍认为，这款装备尚处于试验中，效果连台军自己都心里没底。值得注意的是，歼20巡飞台海却始终未被发现，还令此前一个质疑歼20全项性能的谣言不攻自破。按照飞行轨迹，歼20巡飞台岛任务结束后，必然需要返回大陆一次的机场。战机转向和航线变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以前半球面向台湾岛，必然会将机身侧面、腹部和尾部后半球朝向台湾岛。而台军无法探测到歼20，说明其不仅在前半球有着极佳的隐身性能，全项隐身性能同样优异。值得注意的是，有专业人士分析后认为，央视年前公布的视频还包括歼20去年跟美国 F-35战机在东海上空遭遇的场景。分析还认为，美国当时很有可能是想派 F-35抵近侦察，不料前来惹事的 F-35反被歼20警告驱离。另据美军方人员证实，美军 F-35此前与歼20空中相遇时，还发现附近有解放军的空警500预警机，这显示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日臻完善。歼20从来不会单打独斗，而是充当踹门的狙击手角色。背后有预警机充当千里眼，还有战斗机、卫星等数据链的强大支持。我认为歼20它本身包括换装可能更强力的国产发动机，还有雷达武器不断的精进，还有它有所谓的改良型号陆续出现，因此它的战斗力未来势必会超过这个 F-22。至于美国的 F-35虽然也算是第5代战机，也是属于一个隐身战机，但它与歼20相比，它本身是轻型战机，单发轻型战机，而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它的整个空战性能，不是特别的优。相形之下，目前歼20它在空战能力这个部分，包括雷达、航电，还有强悍的包括霹雳15、霹雳10等等空导弹所形成的制空能力。我认为在制空能力这个部分，那 F-35跟它较量的话，我认为是讨不到太大的便宜。